大家好，这里是无用之人灯神长街的全新教学视频。我们将在第一版教学视频的基础上，更加细化和全面的讲解游戏中概念和玩法。这次的视频将以分批的形式展现，你可以点击对应的视频标题，进入想要了解的内容。进入游戏后，你会在主界面看到性能各异的3名角色，确定角色并选择模式即可开始游戏。一局游戏的目标是使用1名角色赢取10次胜利，有3次失败机会，中途可能会获得额外机会。积分模式类似排位，胜利可获得积分并提升段位；休闲模式则类似匹配，和积分无关。试炼榜为内置排行榜，可以查看不同角色对应标准的排行。巅峰演武场是10胜角色的对战俱乐部，具体可以参考巅峰演武场的专属介绍。图鉴用于查看游戏内的所有物品，允许通过筛选搜索目标物品。开始10胜之旅后，会先进入背包界面，左上角为背包区域，可以管理背包，进行道具配置的各种动作。左下角为角色属性，查看角色的核心属性以及胜负进展。右上角为商店界面，进行买卖和刷新。右下角为备用背包，背包放不下但又不想卖掉的东西，可暂存在这里。由于背包空间有限，原则上推荐在有限空间里放下足够多的道具，同时让道具之间连接、交互产生联动效果。招式和招式，招式与装备，装备与装备之间都会形成联动。每个道具的形状、占用空间、效果各有不同。购买道具前可以悬停查看效果，以便进行更合理的配置。摁住鼠标左键移动来拖拽，摁住鼠标左键并单击鼠标右键来旋转。道具之间的连接依靠连接点，具体呈现为道具旁灰色的星星或太阳状点。每个物品的连接点形态各有不同，将连接点对准其他物品即可连接，但需遵循以下规则：一个道具的多个连接点，在连接另一个物品只生效1次。例如物品 A 有3个连接点，连接物品 B 时，3个连接点都对准 B， 只会生效1层效果，而非3层。招式能与招式连接构成连招，此外的其他道具可与道具连接，也可与招式连接，增强其效果。部分道具在悬停、拖拽时可以看到特别的绿色连接线，与另一个绿线物品紧挨摆放，绿线变为红线，即可在下回合融合为高级道具。如融合后的道具占用空间大，则自动被放进备用背包。道具大致分为招式、配饰、装备、符文、药水。招式体积中等，使角色进行攻击；配饰体积较小、中等，增强其他道具；装备体积中等、大，增强其他道具；符文体积小，可进行镶嵌，镶进其他道具的孔洞中，或摆放在背包里，产生不同效果。药水体积较小，不与其他道具连接，满足条件即产生效果。每场战斗限1次。商店用于买卖道具，道具基于概率随机出现，有时会出现打折道具，拖拽到背包中即可购买。反之，从背包拖回商店即可卖出。鼠标右键点击道具可锁定道具，刷新时不会刷新此道具。刷新需要消耗金币，刷新次数越多消耗越大。鼠标放在商店2字位置悬停，可以看到当前阶段商店出现不同品级道具的概率，战斗进程越往后，出现高级道具的概率越高。若战前不使用金币，游戏会提示，此时希望继续战斗的话，需要连续点击2次进入战斗匹配。战斗演出通过类似格斗游戏的横版 PK 画面来呈现，双方基于画面下半部分的背包道具，实时的出招对抗。画面上半部分包含了以下信息：生命值及血条，精力可以理解为蓝条，释放招式需要消耗；韧性，战斗中受到攻击会减少，未受到攻击时会渐渐恢复。韧性被清空时，
角色会进入危险的防守崩溃状态，受到一次额外伤害，并暂时无法行动。韧性下方为增减益区域，角色所有的增益和减益状态都会在这显示。防反，被攻击时会增加此条，充满后会进行一次无法被打断的防反。招式名称后方显示它的类型，悬停后显示基础信息，按 Alt 键显示完整信息。连招释放顺序可以从招式之间的蓝色箭头来观察。背包管理阶段，你可以随时调整连招顺序。每个招式只能在单个连招链中连接另外2个招式，无法产生额外分支。如发现招式的连接点无法激活，请重新调整位置和方向。连招冷却是招式链中所有招式冷却时间的平均值。如果背包里有独立的多套连招，冷却各自计算。冷却快的先释放。招式类型在对拼时的释放打断关系，简单说就是破式不会被霸体打断，霸体不会被其他招式打断，常规只要被击中就会被打断。释放招式需同时满足2个条件：冷却完毕加精力足够。精力不足时，当前招式无法释放，等待精力足够时才会释放。战斗除受配置好的背包影响，战斗中的各种机制也会直接影响战斗结果。战斗开始后，双方角色会尝试靠近到出招距离内并开始战斗。一种特殊情况是招式未冷却好，但角色离对手太近时，将触发后撤以远离对手并尝试重新靠近。出招距离受招式属性影响，招式都有对应的出招距离、击退距离、位移距离。击退距离为招式击退对手的程度，位移距离为释放招式时向前突进的程度。举例，如连招中前一招的击退距离长，后一招的出招距离短，位移距离短，就可能出现打空气的情况。出手速度和收招速度顾名思义，即为招式的前摇和后摇。连招过程中的招式的后摇很小，只受前摇影响。战斗中，如果角色还未启动攻击，被敌人先手攻击则触发格挡，降低受到的伤害。如果是攻击对拼中被打断，则无法格挡。韧性被清空进入的防守崩溃状态时，也无法格挡。总体来说，招式的伤害、冷却等属性受到其他道具的影响。同时，战斗中道具、药水提供的增减益也会持续影响战斗。不是招式越多就越强，而是要综合考虑到招式的释放、消耗以及和道具联动，努力让角色得到更多增益吧。元素系统当前分为2种情况：一、部分道具拥有元素属性，可为招式附加对应的元素异常。当异常达到一定阈值，使用另一种元素触发反应，可造成强力的元素伤害。火异常会被雷属性引爆，造成大量精力伤害；雷异常会被冰属性引爆，造成大量韧性伤害；冰异常会被火属性引爆，造成大量生命伤害。2、部分道具拥有元素词条，与其他或者相同词条的道具形成联动效果，如暗属性为减益对手，光属性为增强自己，血属性为流血效果。你可以自由搭配自己的流派。每个战斗回合结束后，可点击战斗详情按钮查看刚完成的战斗，拉动进度条可查看对应节点的战斗日志，了解双方触发的各种效果，帮助你更直观地了解当前背包配置的战斗逻辑。在积分模式达成10胜后，你可以将这份角色记录保存到巅峰演武场。你可以使用这个10胜角色和其他10胜角色进行对战。复制界面中的角色码，并在对战框中两侧输入对应角色码即可开始对战。在没有解锁10胜角色之前，你也可以使用巅峰演武场的对战功能，拥有任意角色码即可。这个功能主要是为大家的10胜角色提供更多的对战空间，并持续优化思路。仅积分模式可获得段位积分，每次完成积分模式后可根据进度提升积分，段位提升后会更容易排到实力相近的对手。